2024年1月开始，似乎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是要复苏的迹象吗？密西沙加一个普普通通的 semi-detached house 爆出了85个 offer， 可以说轰动了整个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后来 Newmarket Townhouse 又抢出来40多个 offer， 宇宙中心的 Markham 10几20个 offer 的抢房子盛况也是一波连着一波。今年多伦多房市的春天要比真正的春天来得更早一些吗？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繁。大家好，我是 Norman。听说最近又开始抢房子了，这是真的吗？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是真的。我们看到了密西沙加3479 Longleaf Court 的85个 offer 的抢房盛况，不容易啊！这可是2022年初一波行情之后很少见到的情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看着房子这么抢，结果只从70多万抢到90多万，我并不觉得抢出来85个 offer 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又疯了的市场。不过可以算是开始复苏的市场了。之前从来没跟大家具体的聊过卖房子的故事，本期和接下来几期视频，我准备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和现在的市场行情，跟大家系统的讲讲卖房子的门道。为了讲得明白，我决定从零开始讲，希望段位高的观众们不要嫌弃啊。offer 在民宅市场里一般指的是买家给卖家出的买房意向合同。出 offer 的时候，一般只有买家签字。谈判过程中，卖家和买家可能会对价格以及交接日期等细节谈判多个来回。最后，买方和卖方在都同意的条款和价格上最终签字确定，就算是买卖合同谈妥了。那么卖房子的时候应该怎么定价呢？简单科普一下卖房子的两个定价策略，我自己把它们称之为 high method 和 low method， 也就是挂高价等别人划价的定价策略和挂低价等大家竞价的定价策略，也被称之为抢 offer。 比如一套房子我想卖100万，如果我挂105万等大家来划价，可以算是挂高价卖房子的方法了， high method。 如果买家把价格划到了103万，我们就赚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如果买家把价格划到了98万，我们就亏了，没完成任务，可以再等等其他买家新的 offer。 如果我挂79万等大家来加价，这可以算是 low method 挂低价卖房法，也就是俗称的抢 offer。 如果大家加到110万，我们就赚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假设最高价只抢到95万，那我们就亏了。很多时候抢 offer 失败，没抢到大家满意的价格，房子是可以反手重新 high method 挂高价上市的。比如刚才那套房子只抢到95万，我们对价格不满意，可以重新挂个103万上市。上面提到的密西沙加3479 Longleaf Court 出现了85个 offer 抢 offer 的盛况，也是由于卖家选择了抢 offer 才会出现的情况。那么卖家什么情况下适合抢 offer 来卖房呢？从时间周期上讲，市场越火爆越应该搞抢 offer， 因为抢 offer 对于卖家来说最主要的作用是不要给价格盖了帽，错过卖到超过心理预期价格的机会。比如2022年初，我经常会遇到客户房子差不多能卖140到150万左右，但是呢，因为他们买的比较便宜，自己心里觉得卖到130万就已经很满意了。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错失把房子卖高价的机会，我会推荐卖房的客户挂低价来抢 offer， 比如可以挂个99万。对于卖家来说，如果用抢 offer 的策略卖房子，最高价就不是卖家来决定的，而是由市场里最冲动的买家来决定的。抢 offer 过程中，我们没办法阻止一个特别满意我们房子的买家出150万甚至160万来抢这个房子，发生这种情况，卖家就赚到了。但是如果我们就挂130万，也就是卖家的心理预期来卖房子，很可能最后买家只出到128万，就少卖了很大一笔钱。比如说这两套我们2022年初市场最火爆的时候卖掉的房子，5859 Riverside Place 和4432 Weeping Willow Drive， 以及这两套2023年初我们帮客户卖掉的房子，516 Linnet Crescent 和14 Glenbar Gardens。 这几个房子都是过去2年里 Norman 的团队用抢 offer 的方式帮客户卖到高价的应用案例，也都超过了卖家客户的心理预期，同时成为了当时市场里同户型里新的历史的高价。从房子本身来说，全是优点的房子适合抢 offer， 必须得是没有致命伤，会导致人群中 30% 或者 50% 的人根本不会买的好房子。condo里户型方正，没有非90度角的，地理位置抢手，
房龄比较新的房子适合抢 offer。House 和 Townhouse 里价格相对便宜，装修做得不错，可以拎包入住，没有硬伤的适合抢 offer。反之，房子背后有高压线的，靠着高速的和铁路的，房子路冲的，这些本来就不好卖的房子，通常是不推荐抢 offer 的。从价格上讲，平均价格或者以下的房子相对来说更适合做抢 offer。抢 offer 通常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来参与到竞买过程中。同一个物业类型里，最贵的豪宅通常能买得起的人并不多。如果搞抢 offer， 抢出来 offer 数量太少，甚至根本抢不起来，就很尴尬。如果抢不起来，需要重新挂高价卖，一般来说对房子的销售是有副作用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能避免抢 offer 都要尽量避免，正常挂高价卖就可以了。拿出来抢 offer 的房子，得是绝大部分人买得起，极大概率能出现很多人竞价的房子。抢 offer 的本质是通过市场中其他人的行为来给真正想买房子的人施加压力，从而使他们可以出一个比自己本来愿意出的价格更高的价格。所以抢 offer 这个策略通常是服务于卖家利益的。那么现在的市场环境，卖家卖房适合做抢 offer 吗？回答这个问题，先来带大家看看多伦多整体的房市表现如何。2024年初，我们看到的这波 low rise 低层民宅市场里的几十个 offer 的情况，是说多伦多房地产市场又开始两极反转，火箭飞升了吗？我觉得可以算是市场开始解冻回暖，并且准备启动了，并不是火箭已经飞升了。大家如果看回3479 Longleaf Court 这个房子，虽然有85个 offer， 但是价格并没有超过100万，更多的是赚了个人场，没有赚到钱场。很多人看房，也有很多人下 offer， 但是价格勉强算是 OK 了，并没有太夸张。这说明买家是需要买房的，同时心态也是相对平和的。放在真正火爆的年份，85个 offer， 这样的房子起码抢到120万才算到位了。类似的情况在现在的市场里是很普遍的。我自己的 listing 以及我和很多业界朋友交流中，大家也普遍反映看房的人数是增加了的，但是真正下 offer 的人并不太多，价格也不是特别高。我们看 Tribe 统计的2024年1月的平均房价只有102.7万，整体表现可以说并不是特别亮眼，成交量有4223套，跟22年1月的成交量5636套和21年1月的成交量6928套比，绝对是个地比了。不过正如我年初的预测视频说到的，我对2月之后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依然是非常看好的。市场会从买方市场转向均衡市场，甚至进一步转向卖方市场。虽然成交数量没有跑赢22年和21年的1月，但是却跑赢了23年1月的水平。我相信价格也会开始慢慢上涨的。随着买家回到市场里看房，并考虑下手买房，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是很困难的。现在依然挂着在卖的存量 listing 数量有10093套，差不多约合 2.5 个月的存量。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很多人愿意参与抢 offer， 说明市场中的刚需是真实存在的。一次抢 offer 大家可能忍住了，85个 offer 也没有一个人出到太离谱的价格，但是毕竟这样就会有84个需要买房子的人没买到房子，尤其是可能出了 99.5 万的第二名，那不得气死啊！抢 offer 这个游戏中，大部分买家都是扫兴而归的，他们必然会转战其他房子。真正从买不上变成租房子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同时，也没有一个买家能忍受下85次 offer 才能买到房子的情况。这些没抢到房子的买家，在重新进入市场的时候，能不能每个人每一次都忍住，不出个夸张的价格，就很难讲了。最终，慢慢一定会有人出价高于原来的市场价格，逐步把市场给带起来，最后形成交易量和价格的双重上涨。每年2月房价比去年12月高的，我发现的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准铁率，极有可能在2024年又一次要兑现了。2024年初这波行情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表现好的主要是 low rise 低层物业，也就是 townhouse、semi-detached 和 house。这和我年初预测视频里说到的24年 house 会跑赢 condo 也是吻合的。low rise 物业在现有的高利率环境下，投资属性并不好。即使是买下来，依然也是极大的负现金流。顶着 low rise 巨大负现金流，坚持入场买房子的人群，主要是憋了好几年，怕买贵了的刚需自住房群体。这批人买房的决心是比较难以撼动的。相信这批刚需自住房买家可以顶着快降下来，但是还没降下来的高利息，把房价拉上来一些。
所以需要买 low rise 低层建筑的自住房群体，早入场还是会好过晚入场的。那么对于房东来说，现在的市场里，如果想卖房，应该用抢 offer 的方法吗？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的，我觉得目前 low rise 市场已经启动了，1月卖了1745套，还有3589套房的存量，差不多是2个月的存量。low rise 低层物业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平衡偏卖家的市场了。好区的便宜的好房子可以大胆的尝试抢 offer 来卖到新的最高价。总价太高的，比如超过300万的 house， 还是推荐直接挂高价卖，而不是抢 offer。condo 市场目前还没开始启动，1月卖了1335套，还有4693套存量房，差不多是3.5个月的存量。根据 condo 现在存量房的数量来看，依然是平衡偏买方市场。相对来说 condo 存量房比较多，买家可选的房屋数量也是较多的。现阶段卖 condo 整体不太推荐大家抢 offer， 容易抢不起来，得不偿失，还是直接挂高价卖比较合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要不要抢 offer 的逻辑，接下来几期视频准备跟大家仔细讲讲卖房子的门道。那么对于卖家来说，除了正确使用抢 offer 的策略之外，还应该怎么做才能把房子卖个好价格呢？现在是卖房的好时机吗？这几个问题，下面几期视频跟大家继续聊。Norman 的团队多年以来服务了无数的卖房客户，在卖房的速度和价格上都明显跑赢了经纪人行业的市场水平。如果你有考虑卖房，想了解一下自己房屋的价值，或者跟我讨论一下卖房的策略，都欢迎这边联系我，一定帮你把房子卖个好价格。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